请皇贵妃安。太后在里面陪着皇上，您先等一等。奴才还有差事，先告退了。哀家都这把年纪了，难道又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太后，皇上一直未醒，可怎么好？皇帝病症如此凶险，务必秘而不宣，免得前朝引起波动。有太后在，能乱什么？永琪薨逝之后，这储位一直就虚悬着。正大光明和养心殿寝殿的密盒里，也不知道写着哪位皇子的名字。如果有新帝继位，怕是会有变故。能有什么变故？无论立嫡、立长，12个都在您的慈宁宫里。只要密盒里写的不是永琰的名字，或者什么名字都没有，那就好办。请太后安。好好伺候着，进去吧。是。请皇贵妃娘娘安。今夜是婉嫔娘娘侍疾，您怎么来了？婉嫔她累了，让她回去休息。本宫自会侍奉皇上。这微臣请皇贵妃娘娘安。姜太医啊，起来吧。是。皇上何时能醒过来？微臣无能，微臣不知。你随侍皇上也辛苦了，今夜就回去歇一歇吧。也好，也好。微臣告退。皇上，
皇上，皇上，好啊，皇上，你果然还没想好。皇上，皇上，臣为玉皇十五子永年。好啊，朕病着，你连朕的储位都替朕选好了，不仅选好了，还想放在密盒里头。皇上，臣妾是看您病重，关心社稷安危。所以就定了自己的儿子。魏燕婉为了自己的儿子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连永琪都是被他害死的。于妃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谁害死了永琪？皇上，臣妾已经查明，就是魏燕婉一早收买安排了胡云角，让他待在永琪身边，对永琪下手，害死了永琪，并且指使胡云角在永琪死之后，利用他跟永琪的关系无限接近。这一切全是他做的。皇上，臣妾根本不认识胡云角，更遑论会害死荣亲王。于妃，你是因为荣亲王之后而伤心，所以污蔑我吗？于妃，自识体大，你可有证据？皇上，臣妾带了人证来。换进来。进来吧。春蝉，你怎么？皇贵妃见奴婢没死，很惊慌吧？春蝉，皇贵妃之前不是说你失踪了吗？皇上，奴婢并不是失踪，而是险些被皇贵妃灭口。若不是皇贵妃想毒害奴婢，奴婢就算是进慎刑司受尽刑罚，也断然不会张口。如今奴婢死里逃生，愿向皇上认罪，并将所知皇贵妃一切罪行告知皇上。春蝉，皇上面前，岂容你胡言乱语？皇上，奴婢绝无胡言。皇贵妃，您说您不认识胡云角，但胡云角本就是田姥姥的女儿田云儿，不是吗？是您让奴婢在田姥姥死后去乡间寻了田云儿，并暗中照料3、4年，后来更让她顶了湖比天氏女儿的名，安排进荣亲王府，目的就是想通过田云儿近身暗害荣亲王，并伺机栽赃陷害翊坤宫娘娘和于妃。你胡说！我胡说！皇贵妃，不是您教唆田云儿，说是翊坤宫娘娘害死了她额娘，要她为我报仇，之后又被你用她一双儿女的命相逼，因你而死。皇上，好啊，你害死了朕的永琪，又害死了朕的永景啊！皇上，春蝉这是栽赃，臣妾没有，臣妾冤枉啊！皇上，我早就料到魏燕婉会狡辩，所以还带了另外一个人证，
请皇上恕罪。因为此事事涉冤案，所以并未得到皇上的允准，臣妾就擅自着人到流放边境去把这个人证给带回来了。换进来。叶心，郡奴左路叩见皇上。有什么要说的？回皇上，奴才的额娘当年的确是一时糊涂，做了无辜之事，但是她从来没有害过13阿哥，完全是替皇贵妃顶罪而死。左路，额娘当年是自己认罪伏法的，皇上也早有定论了。你到底是被谁挑唆的？偷偷从边地逃回来，还在御前信口雌黄污蔑你亲姐？这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怎么还能说出这种话呢？当年还不是你让我给扎西送银票，来千方百计的对付于妃。事发之后，还拿我的性命来要挟三娘，替你顶罪。额娘甚至连害翊坤宫娘娘的田姥姥是谁，她都不知道。皇上，奴婢也可为左路大爷作证。左路大爷所言皆属实情。13阿哥也并不是皇贵妃谋害的第一个皇子了，除了10阿哥，还有5公主、6公主，皆是皇贵妃一手所为。但其实，您当年的目标也并不是5公主和6公主，而是意在谋害还年幼的12阿哥。这件事被皇贵妃安排过去偷富贵和训练富贵的王禅最为清楚。皇上饶命！皇上，当年奴才是有欺瞒，奴才有罪，可是奴才也是被逼无奈啊。皇上如此罪妇，实在该杀。皇上，臣妾没有啊，是他们合计你这个奴妇！这个孩子你一个人都不放过！皇上，臣妾真的是冤枉啊！你待臣妾有恩，臣妾为什么要做那些事呢？5公主、6公主，还有13阿哥死时，臣妾尚未生子呢。因为您也不是只想做皇后，您对翊坤宫娘娘有恨，您觉得凌云彻对翊坤宫娘娘有情，就巴不得翊坤宫娘娘痛苦，更几次三番借凌云彻之事栽赃诬陷翊坤宫娘娘。但其实对凌云彻旧情难忘的是皇贵妃您自己。臣臣，皇上当年冒歉与玉妃告发，皆是皇贵妃一手安排。即便是胡云娇死前告发之言，也是皇贵妃蓄意构陷，为的就是要皇上与翊坤宫娘娘离心，继而废后，她自己好当皇后。皇上，这枚戒指是凌云彻死之前交给臣妾的，它是凌云彻跟魏燕婉的定情之物。凌云彻在死之前曾向臣妾言及悔意，因为他跟魏燕婉之事牵连，还有污秽了皇上和姐姐。皇上，臣妾与凌云彻就是相识之事，臣妾与您禀明过，您是知道的呀。皇贵妃，那您可也曾向皇上禀明过，当年您久久无子，曾想用迷香勾引凌云彻，想向他……想他做什么？接着说。皇贵妃意图勾引凌云彻生子夺宠，幸好凌云彻坚决不肯，这才罢休。你贱妇！不论皇家血脉的念头你都敢动！皇上，臣妾知道，臣妾现在说什么你都不相信了，可他们真是欺负臣妾，冤枉臣妾呀！臣臣，你说你死里逃生，那这些日子你到底是和谁在一起？谁叫你这么说的？左路，你一向贪财好色，好事懒做，他们到底是给了你多少好处？王禅，你到底为什么要突然背叛本宫？于妃，你到底为什么要编排出这么一出大戏来陷害我？我陷害你？方才说的每一件事，哪一件不是你做的？你敢发誓吗？偷换密盒之事，朕亲眼所见，难道也是朕诬陷你吗？皇上，密合之事，臣妾本无此念呀。是江太医说您病重难愈，您又一直跟臣妾说您很喜欢15阿哥。王禅教唆臣妾一定要为有颜的前程做打算，臣妾是被人教唆才一时糊涂的呀。王禅，你跟本宫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被他们收买背叛本宫了？魏燕婉，你自己做下的事情你就认了吧，不要再牵扯旁人。哼，我做过什么事了？皇上，臣妾根本就是被他们算计了。皇上，您想想，臣妾刚犯错时您就醒来了，臣妾刚刚被您发现，于妃就带着人立刻进来了。皇上，你难道不觉得这些事情太过周全、太过巧合了吗？还有，臣妾现在看您这个样子，虽然有些虚弱，但不像江太医所说的那般严重啊。臣妾
在想，您的病是不是都有些古怪？皇上，您生病卧床时，一直是江太医一人在旁伺候，太医院也是看其一人摆案，这满宫里都是听其一人所言啊。于妃，这一切是不是都是你和翊坤宫娘娘一起安排的？还有春蝉，亲王摆这祭礼时，你被翊坤宫掳去了半日，是不是那个时候你已经被他们收买，合谋陷害本宫？是了，皇上，皇上，一定是翊坤宫娘娘对臣妾满怀仇恨，对您心有怨念，才不惜利用您的龙体安康去引臣妾入局，逼死臣妾呀！皇上，臣妾死不足惜，但是他们对您可是谋害圣宫的弥天大罪呀！还真是一张巧舌如簧、混淆是非的嘴啊！皇娘怎么来了？哀家若不来，如何开这个眼界，见识这等谋害嫡子的